Hello， 大家好，我是 Elsie， 欢迎来到今天的 Grammar Review。今天要进入到一个跟动词时态相关的主题，叫做条件句。有一些文法书称之为假设语气，那它的规则呢很繁琐，所以各位同学学习的时候可能要多花一点点时间，多一点耐心，才能够把这个单元顺利的学起来。那现在就请你跟 Elsie 我一起来看看杂志上面的内容吧。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概念，所谓的条件句或称假设语气，代表的就是在某种条件下会产生的某种结果，可能是对未来、现在或过去的假设，所以你要特别的注意，它时态上面是有变化的。杂志上第一个要带我们看到的是未来或现在有可能会发生的假设。我们先来讲未来可能发生的假设，既然有可能发生，就表示也有可能不发生，所以这个时候if 子句我们不用未来式，因为未来式就表示一定会发生。所以呢 if 子句到底要用什么时态？我们要用的是往后推一个的现在简单式。所以在杂志上的公式写得非常清楚， if 加上主词再加上动词，这个动词用的是现在简单式，而后方的子句很简单，一样要有一个主词，然后你可以加上各式各样的助动词，包括了 will, shall, can, may, must 或是 should， 最后再加上原形动词。我们来看一下杂志上的例句。 If Chris drives too fast, he will probably lose control of the car. 如果 Chris 车开得太快，他就可能会无法控制车子。这个人现在并没有开车开得很快，也未必未来车子会开得很快。但如果他车子开得很快，就可能没有办法控制车子。所以前方的条件子句中，我们用的是现在简单式。If Chris drives too fast， 而后方主要子句里，我们当然就可以用助动词 will。He will probably lose control of the car。 接下来就比较简单了，我们要介绍的是与现在事实相反的假设。这个时候if 子句就要用的是过去式，所以公式写得非常清楚， if 加上主词加上过去式的动词或 be 动词。这个时候呢，要提醒大家 be 动词的过去式有两个，一个是 was， 一个是 were， 但是在假设语气当中呢，我们要用 were 这个字比较正式， was 则是比较不正式或口语上面的用法。那后方主要子句的助动词你会发现它的用法也不太相同了，都变成过去式，有 would, should, could, might， 这些呢都用过去式的原因是语气比较弱，表示是假设的语气，而不是真实的。所以你看例句If I were stranded on a deserted island, I would want to have a good book with me. 假如我被困在荒岛上，我会希望有本好书可读。我们分成前后两个子句来分析一下前半的子句是假如我被困在荒岛上， If I were stranded on a deserted island， 这个地方就用的是 be 动词 were， 后方I would want to have a good book with me， 这里一样用的是 would 加上原形动词。请同学们记得这是与现在事实相反的假设。这个句子同时也暗示了现在真实的状况是我现在并没有被困在荒岛上，一切都是假设的。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则是与过去事实相反的假设。与过去事实相反的假设就不能再用过去式了，那怎么办呢？ if 子句中的时态要再退一个时态，变成过去完成式，也就是 had 加上过去分词。后方主要子句一样用助动词 would, should, could, might， 不过后面要加上的是 have， 再接上一个过去分词。所以例句说呢， If Leon had studied, he would have done better on the test。 如果 Leon 之前有读书，他考试会表现得更好。言下之意就是他之前没有读书， he didn't study。在 if 子句或所谓的条件子句当中，我们用的是 had studied， 也就是一个过去完成式。
那在主要子句当中呢，我们用到的是 would have done， 也就是一个过去式的助动词，再加上 have， 再加上一个过去分词。接下来呢，这个句型则是万一的意思，表示可能性很小。在万一的这个句型当中啊，文法上规定要用 should 这个助动词，所以它的用法是 if 加上主词加上 should。这里的 should 它不指应该的意思哦，它指的是万一。所以杂志上的例句说 If you should visit Taipei, come to see me first. 万一你来到台北，先来看我。接着我们来看下面的注解。注解说到啊，这个句型现代英文已经不常用了，所以呢 should 会被省略。那我们从 if 子句当中就知道这是一个假设。如果我们确认知道对方有计划来台北，那我们就可以说 When you visit Taipei, come to see me. 你来台北的时候，先来看我。虽然我们说呢 should 这个字当万一的时候啊，在现代英文中已经不常用，但是英美经典小说当中还是会出现，因为那并不是现代英文，对吗？所以呢，如果我们没有学，就会看不懂了。这个句型要请你还是看得懂，但是不要去用它。如果真的要表示类似的意思，可以使用 happen to 代替 should 这个字。只是呢 happen 是个一般动词，所以要做时态上的变化。例如 We'll sit outside. If it happens to rain, we'll move back inside. 我们会坐在外面，如果碰巧下起雨来，我们会回到里面来。下一个我们要谈到的是与未来事实相反的假设或是想象。什么叫做与未来事实相反的假设呢？言下之意啊，就是表示发生的可能性非常非常的低，甚至到了一种想象的地步。比如说太阳从西边出来，几乎是一种完全不可能的想象，对吗？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会用 were to 再加上一个原形动词来表达。我们看一下例句哦。If the company were to offer me more money, I might consider taking the job. 假如这间公司给我更多钱，我或许会考虑接下这个工作。这句话也表示这间公司并没有要给我多的钱，没有任何的迹象他们会做这件事情。所以同学们看到呢if 子句当中的动词为 were to 加上原形动词，就知道一切是假的，是说着玩的。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另外一个用法，这个用法是句子当中有2个不同的时间。与其看公式，我会希望大家先来看看杂志上面的例句。例句说啊 If Mary had paid the bill, she would have electricity now. 假如 Mary 有付账单的话，她现在就有电可以用了。前面的子句当中啊，我们说的是假如 Mary 有付账单，这是对过去的假设，用的是过去完成式 had 加上过去分词。后面的子句则是说他现在有电可以用了。注意哦，是他现在有电可以用，用的是 would, should, could, might， 选一个助动词之后啊，加上原形动词。所以前半句是与过去事实相反的假设，后半句是现在的结果假设。所以你会发现这其实不是一个新的句型，它只是把前面学过的与过去事实相反和与现在事实相反融合在一起的句型。所以呢，它其实是还蛮容易的。再往下看呢，若非要不是这个固定的句型，若非要不是，我们可以用 but for 或是 without 来表示，然后把它们放在句首。当然我们也可以用 if 来带出若非要不是的句型。如果是与现在事实相反，这个时候我们要说的是 if it were not for。如果是与过去事实相反，当然就是过去完成式 had 加过去分词，所以公式要写的是 if it had not been for。而后方的句子呢，就如同我们前面所说的，与现在事实相反，就是 would, should,
could, might 选一个之后加上原形动词，与过去事实相反就是 would, should, could, might 加上 have 再加上过去分词。我们来看杂志上的例句。第一个说But for your warning, I would be injured now. 它也可以写成 If it were not for your warning, I would be injured now. 若非有你的警告，我已经受伤了。这是一个与现在事实相反的假设。你可以说 But for your warning, for 是介系词，所以后面加的是名词 your warning。或者你也可以说 If it were not for your warning 都可以。后方我们说的是 I would be injured now 表示我现在会是受伤的状态。但是呢，同学们要注意But for 在现代英文当中已经不常用了。出现的话呢，你要看得懂。要使用的话呢，我们就使用其他两种就可以了。接着呢，我们要来动手做做看最后的6个题目咯。第一个题目他说If I blank still a student, I would do everything I could to get good grades in school. 如果我还是个学生的话呢，那么我会尽一切所能在学校得到好成绩。这一题其实答题的关键在后半句的 I would do. Would do 就是 would 加上原形动词，表示与现在事实相反。所以前方如果我还是个学生， be 动词要用的是过去式 were 这个字，表示与现在事实相反。所以第一个题目请你选 B 这个选项。再来第二题 If Zach had known about the bad weather, he blank brought his raincoat and boots. 如果 Zach 先前知道天气不好，他就会带雨衣跟靴子。第二题的答题关键是前方的 If he had known。Had known 表示与过去事实相反，所以后方就要用 would, should, could, might 其中之一，再加上 have 以及过去分词。所以第二个格子请你选的是 C 选项 would have。 再来第三题他说 If Terry isn't on time for the meeting tomorrow, I blank wait for him。如果明天 Terry 没有准时参加会议的话，我是不会等他的。第三个题目我们要选什么样的答案呢？答题关键实际上呢在前方 isn't on time for the meeting tomorrow 表示一种未来有可能的假设，所以后方主要子句要用未来式 will not， 所以第三个格子的答案要请你选的是 A 选项。再来第四个我们看到的是 Without help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many poor nations blank collapsed by now. 要不是有联合国的帮助，许多贫穷的国家至今早就已经 collapsed 叫做倒塌垮掉了。这个格子呢在考的是若非要不是的这个句型。那后方因为有 by now 这个片语，它代表的是从过去到现在，所以第四个格子的答案请你选的是 B 选项。我们选一个 would, should, could, might 再加上 have 以及过去完成式。那记得A 选项不能选的原因是 should 这个助动词它表示为应该，它跟题意是不符合的。接下来第五题我们说 If an accident blank, what would an experienced hiker do? 假如意外发生的话，有经验的登山者会做什么呢？这是一个与现在事实相反的假设，所以我们选 C 就可以了。最后第六题 If Derek blank brave enough to tell Lily that he loved her, he wouldn't be feeling such regret. 如果 Derek 够勇敢告诉 Lily 说他爱她的话，那么他现在就不会觉得这么懊悔了。第六题的答案呢，答题关键是 if 子句最后逗号前的 he loved her， 这里 loved 是过去式，所以表示当时他并不够勇敢，不敢告诉 Lily 他当时爱她，它是个与过去事实相反的假设，我们要用 had 加上过去分词，所以第六个格子答案请你选的是 D had been。
那以上呢是我们今天前半的课程，复习了条件句又称假设语气的各种常见句型，希望各位同学都能够听懂，而且熟悉它。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咯。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延续呢我们刚刚所探讨的主题，我们要继续来看看条件句又称假设语气的相关用法。在刚刚的内容中我们所学到的假设语气多半都是用 if 这个字，而现在我们要看看更进阶的内容咯。实际上在英文当中，就算不用 if 这个字，还有很多假设语气的表达方式。首先请你看第一个，我们要谈的是 wish 这个字。 wish 是希望， wish 这个字后面如果加上一个 that 子句的时候呢，可以拿来表示一种假设。首先与现在事实相反，刚刚所说的与现在事实相反，也就是不能再用现在式，要用倒退一步，倒退一个时态的过去式。所以在杂志上的公式就告诉你了，主词加上 wish 再加上 that， 这个 that 画刮胡的意思表示的是它可以省略，那后方这个时候 be 动词不能用 was， 只能用 were。 如果是一般动词，请你用过去式就可以了。这里呢也可以用助动词 would should，could, might， 选一个之后加上原形动词。所以请你看例句哦。 John wishes he could spend more time practicing baseball. John 希望多花点时间练习棒球。实际上 John 并没有时间练习，所以 John wishes he could spend more time practicing baseball， 这里的 could spend 就表示与现在事实相反。再来第二句，I wish Carter wouldn't go out every night. 我希望 Carter 不会每晚都要出去。实际上他会，所以我们现在用的是与现在事实相反的假设。这个地方我们用的是助动词 would 再加上原形动词。接下来呢，我们要复习的是与过去事实相反。与过去事实相反，这个时候我们当然要用的是过去完成式 had 加过去分词。所以你看例句哦。 The two boys wish they hadn't played that mean trick on the old lady. 这两个男孩希望之前没有对那位老妇人那样子恶作剧。实际上他们之前有恶作剧，现在希望他们过去没这么做。接下来另外一个的句型呢是比较高干的用法，叫做意涵的条件句，表示这个条件句没有明白的说出来，没有看到 if 或是 wish， 它是暗示的。例句说 A smart student would not have any difficulty figuring out the answer to this math problem. 聪明的学生就可以毫无困难地想出这道数学题目的解答。言下之意就是，如果这道数学题目给的是一位聪明学生的话呢，就能轻易地想出答案。Would not have 就是假设语法，所以呢，虽然这个例句当中没有 if 也没有 wish， 但它暗藏着假设语法的意味咯。接着我们要看到的另外一个则是 or 或者是 otherwise 的用法。英文当中or 或者是 otherwise 指的是否则，否则就表示另外一种可能性，所以 or 跟 otherwise 后方经常也会使用假设语气。例如呢 Amy didn't have time to go to the supermarket, otherwise she would have gotten some milk. Amy 没有时间去超市，不然她就会买一些牛奶。言下之意表示她其实没有买牛奶，因为她的时间是不够的。所以如果你要读懂这个句子，你必须要先确定前方的时态。Didn't have 是过去式，后方 would have gotten 则用的是与过去事实相反的假设。下一个我们要介绍的是引介条件子句的字和片语。什么意思呢？就是英文当中除了 if 这个字之外，还有好多个单字或片语都可以拿来跟假设语法连用。
包括了下面的这一些字，我们一起来看看哦。第一个是 unless 代表除非就表示实际上还没有做，所以这个字可以用在假设语气上面。接下来看到的是 provided 或 providing that， 这是一个比较优雅的说法，意思其实就是 if 如果的意思。后方的 suppose 或是 supposing that 意思也是一样，等于 if 这个字。接下来看到的是 in case that， in case 表示的是万一。还有就是 in the event， 它的意思呢跟 in case 差不多，一样指的是万一的意思。那最后一个是 on condition 或是 on the condition that。on condition 字面上的意思是根据这个条件，言下之意还是万一的意思，同学们要特别注意哦。所以这些字或片语的后方我们都可以用假设语气。我们来看看例句吧。I will loan you some money on the condition that you repay it within a year. 只要你1年内还钱，我就借你钱。On the condition that 在这里就是 if 的意思，表示为如果。下一个我们要介绍的是 if 在文言当中经常是可以省略掉的，而这个部分呢，看例句会比较清楚哦。请你马上来看到杂志上的第一个例句 If Patricia were a police officer, her abilities would be put to good use. 这句话也可以写成 Were Patricia a police officer, her abilities would be put to good use. 假如 Patricia 是一个警察的话呢，她就能善用她的能力。这里 If Patricia were a police officer 是一个假设语气的句子，而这个句子当中 if 我可以把它省略掉，再把主词 Patricia 跟 be 动词 were 的位置互换，就变成了 Were Patricia a police officer.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哦，Were Patricia a police officer 是非常文雅、非常文言的写法，大部分写作或是说话的时候是不会这样子说的，不会这样子用的，所以请各位同学将这个句型摆在阅读的时候使用就好了。下面的第二个例句也是一样哦 If Gary should get home before me， 万一 Gary 比我早到家。If 去掉之后 Gary 跟 should 对调，就是我们的倒装句了。最后我们看到的是 If it had not been for your warning， if 还是可以省略，再把 it 跟 had 对调，就变成了 Had it not been for your warning。 以上这个句型呢是比较高级的用法，同学们可以参考看看哦。最后在这个单元当中我们要看到跟假设语气类似的句型，叫做 as if 或是 as though。 中文当中 as if 或 as though 会翻作仿佛，仿佛就是好像的意思，对吗？好像有的时候是未必是真的，所以后方呢一样可以用假设语气，可是 as if as though 它的时态会有一点点令人觉得困惑，所以请同学在使用 as if 或 as though 的时候要特别小心。我们杂志上写得非常清楚，这个句型可以有3种不同的时态。第一个是2件事情都发生于现在，发生在现在的时候，前方的子句当然用的是现在式，可是后方的子句既然是仿佛，仿佛就是假设，所以这个时候要倒退一个时态来用，也就是用过去式。所以你看例句哦 My father still treats me as though I were a child. 我爸爸对待我的方式就好像我还是小孩子一样。事实上 I am 25 years old. 我已经25岁了。所以后方说as though I were a child 表示和现在事实是相反的。第二个用法呢，则是表示2件事情同时发生在过去，就如同例句上说的 The child kept on playing as though nothing were happening around him. 那个小朋友继续玩耍，好像周遭都没有什么事发生一样。
前面的子句我们用过去，对不对？ as if, as though 带出来的子句也用过去，因为两件事刚刚说过都发生在过去。句子这里啊，它是用过去进行式 as though nothing were happening around him 放在最后一个子句当中。而第三个用法表示的是 as if 或 as though 子句当中的动作较早发生或已完成。这里又分成两个句型，若主要子句当中的动词是现在式 as if, as though 子句动词就用现在完成式。同样的，如果主要动词是过去式的话呢， as if, as though 子句当中的动词就要用过去完成式。如同例句里头的 seems 搭配的是 have finished， seemed 搭配的是 had finished。 最后一点呢，我们在说明的是 as if, as though 也可以用在很有可能发生的状态。这个时候啊，时态就用直述法就可以了，不需要特别的去做变化。例如呢 The tree looks as if it is going to fall over， 那棵树看起来好像就快要倒了。最后我们还是一样动手做看练习题咯。今天这里的练习题比较难，我们一起来看看吧。第一题说 Looking back, Amanda wishes that she blank on the trip with her friends。回首看看过去 Amanda 希望她之前有跟朋友去旅行。我们看到了 looking back 就知道是在说过去，所以 wish 子句中跟朋友去旅行很显然是一个过去的事情，因为与过去事实相反，我们就要用过去完成式 had gone， 所以答案选的是 C。再来第二个题目，他说啊 It's not hard to finish a marathon blank that you train diligently。 要跑完马拉松并不难，只要你勤奋练习就可以了。第二个题目要测验大家如果的用法，平常用的是 if， 但是空格后有 that， 所以答案要用 provided that。 第二题答案请你选的就是 D 选项。再来第三题，如果我知道昨天是你的生日的话，我就会送你一些花。再说的是昨天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这是与过去事实相反的假设。原来啊，这个句子要写的是 If I had known， 但今天我们把 if 省略掉了， had 和 I 要对调变成倒装句，所以第三个格子的标准答案是 A 选项。接下来第四题 Last night I ran into my ex-girlfriend at a wedding, but she acted as if she blanked me before。 昨晚呢，我在婚礼上遇到我的前女友，可是她看起来好像她先前从来都不认识我，从来都没见过我，好像先前从来都没见过我，表示as if, as though 子句的动词较早发生或已完成。as if 或 as though 子句接出来的动词会用完成式。那因为 as if 前方的动词是 acted 这个过去式，所以 as if, as though 子句的动词就要用过去完成式 had never met。 所以第四个格子的标准答案选的是 B。今天呢，我们将条件句又称假设语气这个大题介绍完复习完了。再提醒同学一次哦，与现在事实相反，我们用的是过去式，主动词用的是 would, should, could, might， 选一个之后加上原形动词。与过去事实相反，我们用的是 had 加上过去分词，也就是过去完成式。而助动词还是一样，从 would, could, should, might 当中选一个之后，再加上的是 have 以及一个过去分词。这是我们假设语气当中最重要的部分，希望各位同学能够多多的利用它，多多的做题目。那这是我们今天全部的课程内容，我们下次见咯 See you next time. Bye.